都说祖兵越强越难征服，而疾风之刃的品质不用说，楚风能够征服它，那楚风的实力便也不用说。所以看到楚风手握疾风之刃，并且已经绝对的掌握了疾风之刃，就连楚路选的目光也是有所变化。兵器还算不错，只可惜跟错了主人。楚路选说话之间，眼眸闪烁，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浮现而出，携带着那逆战4品的战力，便向楚风飞掠而来。而楚风也不甘示弱，天极血脉的力量一同展现而出，手握疾风之刃，便与那楚路选站在了一处。两位天极血脉拥有者并没有使用任何武技，而是各自手持一件祖兵，展开了近身搏斗。两件祖兵不断交织在一处，当其耀眼火花的同时，祖兵那独有的力量也是不断在冲击着对方，那能量极强，已是遮天蔽日，威力无穷。可是对于楚风与楚路选来说，那股祖兵散发的能量虽会对他们彼此造成影响，但却并不会真正的伤到他们。对于他们二人来说，真正有威胁的就是对方手中的祖兵，只要不被那祖兵正面击中，便不会有生命危险。而眼下彼此要做的却不仅仅是躲避与阻挡对方祖兵的攻击，而是要将自己的祖兵刺进对方的身体。好厉害，这就是天极血脉拥有者。明明只是7品无祖，可是在使用天极血脉的力量后，瞬息便提升到了9品无祖，达到5祖巅峰，并且还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这样的实力当真是太可怕了，除非对手同样是天极血脉拥有者，恐怕针线之下怕是真的很难有人是他们的对手。此刻围观之人一个个的神色异常的精彩，他们大多数都是无祖境，所以当楚风与楚路选交手之后，他们便能够亲身体会到楚风与楚路选的恐怖，尤其是那些已经到达了5祖巅峰的高手，他们对楚风与楚路选则是越加的敬畏。虽然那只是2个小辈，修武的年龄与他们相比简直相差甚远，可是扪心自问，若是他们与楚风或者楚路选交手，会是何等下场？他们只要稍微想一想，便不得不敬畏这2个小辈，因为那结果是他们必败无疑。忽然之间，一声巨响在天空炸响，与此同时，汹涌的金色能量更是化作飓风，在天际翻腾，向四外涌动。是楚路选。楚路选在与楚风交手之时，突然使用了武技，并且他一出手就是地境武技，只不过他那地境武技却被楚风利用玄武遁甲术给挡了下来。随着楚风实力的提升，4项秘技的力量也在提升。虽然玄武遁甲术用来抵挡祖境武技还是有些勉强，但是用来抵挡地境武技却已是绰绰有余。你居然掌握着秘技！楚路选眉头轻挑，显然对于楚风掌握着秘技让他有些意外。楚风只是回以一笑，这楚路选突然对楚风使用武技，可谓卑鄙至极。幸亏楚风反应快，若是其他人，怕是已被其暗算。不过楚风，秘技这种东西可不止你有，若要比秘技的数量的话，我绝对会让你惭愧不已。忽然，楚路选身形暴退，紧随其后，他的身体开始散发出红色的光芒。下一刻，他身上的红光化作6道，分别自他体内飞掠而出。很快的，那6道红光便化作了6道身影，站在了楚路选的身前。这6道身影个个高达30余米，如人一般站立，却长得猛兽的身体以及异常狰狞的脸孔。他们浑身散发红光以及令人战栗的气息，就如同是6个从地狱深渊爬出来的魔鬼一般。秘技竟然同时掌握着6个秘技。看到那6道红色的身影，有人发出惊叹之音。他们的秘技似乎也不是很强，就算放出6个，也不是楚风的对手啊。有年轻的小辈发出质疑，他们想不通，楚路选那6个秘技明明无法击败楚风，为何还要放出来？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这你就不懂了，秘技这种东西有强有弱，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秘技附魂于掌控者体内，随着掌控者的实力增长，自身的实力也会增长。所以相同级别之上，秘技往往是要强于武技的。正因如此，秘技其实对掌控者的身体要求也很严重，所以普通人承受2个已是很难，承受3个可谓极限，能够承受4个的，那就绝对是天才。这楚路选能够承受6个秘技，由此可见他的天赋当真过人，天才之名名不虚传啊。有见多识广的老者解释道。而听得老一辈的这样一说，许多人也都意识到楚路选能够施展6个秘技，当真是非常料的。似是听到了众人的赞叹与夸奖，楚路选的嘴角洋溢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也充斥着轻蔑以及挑衅的意味。然而就在此时，楚风意念一动，朱雀、玄武、白虎、青龙4大秘技一同浮现而出。这4大秘技此刻不是附在楚风体内，而是如同4只巨大的猛兽横在虚空之上。单论体型和气势，4大秘技已经完全压制住了楚路选的那6个秘技。楚风竟然也掌握4个秘技，果然是天才啊！这身体承受能力远非常人可比。当看到楚风施展的4个秘技之后，众人又是一阵赞叹。此刻楚路选得意的表情也是有所收敛，但仍是讽刺的说道：“有4个还不错，不过与我比，你还是太少。都说人能承受秘技的数量，也代表着天赋与潜力，看来你的潜力也不过如此，是吗？”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意念一动，又是5道光芒体自楚风体内飞掠而出，站在了楚风的身前。那自然是5行秘技：金仙奥义术、木仙奥义术、水仙奥义术、火仙奥义术以及土仙奥义术。那5个的气息，莫非也是秘技？楚风他竟然掌握着9个秘技，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还是人吗？众人彻底被惊呆了，许多人被惊得瑟瑟发抖，汗毛竖立。如果说4个秘技就已经是天才，那么9个秘技代表什么？众人岂会不知？而在众人被楚风的9个秘技所彻底吸引、所羡慕、所崇拜之际，楚路选的脸色已经挂不住了。他的脸上没有了先前的得意，相反，
他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嘴角也是随之抽搐起来。9个秘籍，这的确是连他也做不到的事情。6个秘籍便是他的极限，这是他心中很清楚的事情。如果说秘籍的数量能代表天赋的强弱，那么显然单单这一点上，他便不如楚风。楚风，你不要以为掌握的秘籍数量多，就真的能代表你强。修武者讲求的是力量强弱，秘籍也同样如此。而我楚路玄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何谓强大的秘籍。楚路玄此话说完，双手忽然交织，随后他的体内便再度散发出红色的光芒。那红色的光芒不断的融入那6道红色身影之中，而6道红色的身影也是开始变得模糊，竟然相融到了一处。眨眼之间，6道红色的身影化作了一个庞然大物。此物高达数百米，长达1000余米，有6个头颅，26个爪子。那爪子太多，如同出手一般，看上去异常的恶心。但是此时此刻，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轻视这个怪物。这个怪物所散发出的气息异常的强大，竟然比楚路选还要强大许多。自然而然的，这个庞然大物比楚风也要强大许多。怎么回事？是将秘技融为一体了吗？好厉害！这秘技的气息太强了，简直超越了祖境武技。众人都被楚路选此刻所融合的秘技所震慑到了，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被吓到了。因为这个秘技此刻所散发出的气息，是几乎在场每一个人都难以抵挡的。他们很清楚，若是这个秘技怪物大开杀戒，怕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必死无疑，连逃脱的机会都没有。此秘技名为6道魔化，乃是大名鼎鼎的6道魔君所创。像你这种土包子，估计根本没有听说过6道魔君的大名。你只要知道6道魔君是一个你这辈子都只能仰望的存在就可以了。而这秘技6道魔化出自6道魔君之手，先不说它的力量，单说这个价值就难以估量。这乃是我在处世天族内得到最好的奖赏。当然，奖赏归奖赏，能够驾驭它，靠的却是我自己的本事。因为在此之前，共有6个人曾接受过这个奖赏，可他们都因无法驾驭这6道魔化，而导致不得不放弃这奖赏。楚路选得意洋洋地说着，他的这番话可谓是光明正大的自吹自擂，给自己戴高帽子。可是偏偏在场围观的众人却没有人会因此而反感，相反，有的只是敬佩。毕竟这是事实。因为扪心自问，如果换作是他们也一定无法驾驭如此强大的秘籍。真他娘的恶心！这楚路玄简直比他哥还不要脸。可是当女王大人听到这番话之后，却是恶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随后说道：“楚风，快用远古战符，让这个所谓的处世天族天才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秘籍之上还有更强的秘籍。既然女王大人都说话了，那我自然要听从女王大人的命令。”楚风笑着回答道。楚风与女王大人的对话，只有女王大人能听到，可是楚风露出的笑容却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其他人也就罢了。可是楚风的笑容被那正在耀武扬威的楚路选看到之后，他的脸色可就变得难看起来。你笑什么？你是在看不起我这秘籍6道魔化？楚路选愤怒地问道。并没有看不起，只是听你自吹自擂，确实挺好笑的。你是生怕其他人不知道你多了不起对吗？楚风也不客气，很是讽刺地说道。好一个自吹自擂，本少爷就让你知道我到底是自吹自擂还是具备真材实料。楚路选此话说完，他的眼中竟然闪烁起浓郁的红光。下一刻，那秘籍6道魔化的眼中也是闪烁出相同的红光，就如同他已经被这楚路选所控制一般。最重要的是，此刻那秘籍6道魔化所散发的气息比先前又恐怖数倍。糟了，这秘籍太强大了，楚风怕是不敌。这一刻，那些支持楚风的人都是目露担忧之色，他们都害怕楚风挡不下这秘籍的攻势。楚风，听闻你有一个魔兵是吗？快把魔兵亮出来吧，否则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楚路选对楚风说道，虽然话中之意是要让着楚风，但实际之上他却是在讽刺楚风。而此刻围观的众人也是变得越发期待起来，毕竟2年前楚风能够大战孔氏天族，传闻就是凭借着一把魔兵，但传闻终究是传闻，这事实究竟如何，人们却并不知晓。现在他们都很想知道楚风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的魔兵，这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你的消息倒还算灵通，我的确有一把魔兵。楚风淡淡的笑道，竟然真的有？这么说来，传闻是真的，楚风真的凭借一把魔兵就差点将孔氏天族毁掉，人群彻底沸腾了。因为这个消息当真是爆炸性的。不过对付你的话，我根本不需要使用魔兵。楚风再度说道。你什么意思？你居然敢小看我？楚路选目露怒色，面容也是变得狰狞。身为处世天族的天才，从小到大都受人爱戴与崇拜，何时被人这样轻视过？这让向来高傲的他难以承受。你不是喜欢用秘籍吗？那今日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强大的秘籍。楚风此话说完，意念一动，随后手中的祖兵向天空猛然一指，下一刻天雷滚滚，金芒四射，一个巨大的金色战斧便横空出世。这金色战斧一出，那6道魔化的威势顿时被压制了下去。而具有如此威力的秘籍，自然便是楚风在远古战族所得到的远古战符。我不是做梦吧？楚风他竟然还掌握着第10个秘籍，他一个人竟然同时承受了10个秘籍。不仅如此，他这个第10个秘籍的气息也未免太恐怖了吧，仿佛比楚风还要强出一个品阶。当远古战斧出现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彻底惊呆了，甚至许多人不停地揉擦着自己的眼睛，不停地仔细分辨，生怕是自己眼花看错了。虚张声势，我就不信你这秘籍能胜过我的6道魔化。然而就在此刻，楚路选却是猛然催动那6道魔化，向楚风发动了攻击。刹那之间，血红色的光芒遮蔽半个虚空，竟有着与楚风按远古战斧分庭相抗的气势。最重要的是，此刻那6道魔化24个触手一样的爪子竟然纷纷变长，以极快的速度
向楚风攻来。见此一幕，人们又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这6道魔化真的出手之后，那威势当真是恐怖异常。哪怕楚风展现出的实力已经非同小可，可是人们对楚风还是没有绝对的自信。然而就在此时，只见一道金光忽然横空闪过，而当那金芒浮现之际，那红色的光芒竟然瞬息暗淡下来。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尤其是那些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的人，他们终于知道自己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那狰狞而强大的6道魔化还在天际之上，但是他所散发的红色气焰却变得暗淡了许多。不仅如此，他先前向楚风发动攻势的恐怖出手已经尽数被斩断。斩断其出手的自然是那横在虚空之上的远古战斧。此刻远古战斧散发着金色气焰，几乎笼罩大半个天空，那等统治力再告诉所有人，6道魔化来历再大，却也无法与他抗衡。你这秘籍不过如此。楚风讽刺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陆玄脸色煞白，眼中怒火更是疯狂地涌现而出。你这混账，竟敢小看于我，我非要你付出代价不可！忽然之间，楚陆玄怒喝一声，随后又有源源不断的红色气焰自他体内散发而出，融入那6道魔化之内。很快的，6道魔化那被斩断的触手便再度凝聚而出，气息再度变得强大，那红色的气焰又重现扩大，竟然又有了与楚风那远古战斧分庭相抗的气势。看来你是不死心啊！楚风淡淡一笑，随后眼中闪过一抹狠色，远古战斧动了，向那6道魔化冲了个过去。6道魔化也是发出怒吼，身体变化，竟然出现了一张无比巨大的大嘴，那大嘴之内满是带着血痕的白色獠牙，异常的恐怖。然而当两者真的交织在一起之后，6道魔化却在瞬间便被远古战斧劈成了2半，就如同是豆腐面对利刃，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这差距也未免太大了。楚风那秘籍竟强到了这种地步，如此厉害的秘籍简直超越了祖境武技，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阵阵赞叹之音响彻不断，因为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同样是强大的秘籍，可是差距却是如此之大。楚陆选的秘籍与楚风这秘籍的面前根本就没有一战的实力。而就在这时，楚陆玄也是大嘴一掌，一大口鲜血喷洒而出。与此同时，他的脸色也是变得异常苍白，脚下发软，竟然半跪在了虚空之上，甚至有人注意到他的身体也在瑟瑟发抖。这一口鲜血绝对不是简单的体内鲜血，更是一口心血。楚陆玄已是身负重创，怕是没有再战之力。此刻人们眼中的赞叹之色越来越浓了，他们已经意识到，原来不仅是楚陆选的秘籍无法与楚风的秘籍抗衡，原来楚陆选自己也无法与楚风抗衡。震惊过后，许多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事到如今，他们已经几乎确定楚陆阳是败了。可是楚陆选是什么人？那可是楚氏天族的天才，这样一个人物败给了楚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楚风的天才之名当真是名不虚传，不仅是在百炼凡界，就算放到上界，那也绝对是成立的。就在此时，远古战斧横空一扫，金色的光刃掠向了不远处那巨大的牌匾，以及那座囚禁了落峡谷众人的牢笼。的一声，不仅那牌匾被斩切成了2段，那牢笼也是被彻底轰碎。但是那金芒的力量恰到好处，虽然轰破了牢笼，可却没有伤及一人。落峡谷的所有人都得以重获自由。楚风，你以为你今日能救得了他们？我告诉你，你今日谁都救不了，连你也要死在这里！楚陆玄咬牙切齿地大吼着，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更是充满了不甘，充满了怨念，也充满了杀意。楚风嘴角上扬，发出一声轻哼，下一刻金芒闪烁，远古战斧已经来到了楚陆选的头顶。楚陆选一声惨叫，便失去了御空能力，被远古战斧的力量硬生生地从虚空之上压到了地上。毕竟他连抬起头的力量都没有，就只能如同死狗一般趴在地上，一动都不能动。然而哪怕已是如此，可是人们却能听到楚陆选竟然在笑。没错，那的确是笑，虽然他的脸都被压迫地埋在了土壤之中，人们根本看不到，但是他却是当真在笑。只是都这个样子了，他为何还要笑？众人一脸迷茫，想不通楚陆选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你有本事就杀了我！楚陆选讽刺地说道。事到如今，他竟然还敢挑衅楚风，你以为我不敢杀你？楚风剑眉微皱，眼中却充斥着轻蔑之色。楚陆选有心杀他，对于这种人，楚风自然不会放过，所以楚风要杀楚陆选，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楚陆选若真是觉得楚风不敢，那可就真是想错了。有本事你就来啊！楚陆选再度发出一声讽刺的挑衅之音，成全了你！楚风此话一出，那散发着金芒的远古战斧便从空中劈落而下，向那楚陆选劈斩而去。楚风他竟然真的要下死手，他要杀了楚陆选，众人都被吓傻了。不管怎么说，楚陆选都是楚氏天族的天才，那身份非同小可。如果说杀了楚陆阳，楚氏天族不追究，倒还情有可原，但是杀了楚陆选的话，那可就一定要倒大霉的。此刻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当真是胆大包天，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小看楚风，因为这样的胆识恰恰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的。然而就在那远古战斧即将击中楚陆选的时候，却忽然不动了。见到这一幕，众人反而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的嘴角掀起了一抹笑意。看来楚风并不敢杀阵的杀了楚陆选，不过是要吓唬他一下而已。这说明楚风很理智，但同时也说明楚风的胆识其实也没有那么无法无天。此刻人们都觉得是楚风停的手，但正因为这么想，所以人们反而对楚风的敬意减少了一些。毕竟真的动杀念和只是吓唬一下，这其中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何人阻我？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什么？
莫非不是楚风停手的？众人一脸吃惊，同时也有人产生疑虑，毕竟此刻他们没有感受到任何一股比楚风强大的气息。楚风无疑是此处最强之人，连楚路选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谁能够阻止他呢？所以不免有人觉得楚风是故意演戏，是为自己不敢杀楚路选而找一个台阶下。楚风小兄弟，你们两个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仇怨，何必非要开杀戒呢？不如给我一个面子可好？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凭空而现，出现在了楚路选的身旁。那是见到这位，在场之人除了楚风之外，皆是神色大变。此时此刻，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已经确定，先前楚风那秘籍的攻势，并非是楚风自己停手，是真的被人拦了下来。这一点，楚风并没有撒谎。而人们之所以会这样确定，只因为眼下出现在人们视线之内的这一位，这是一名中年男子，面容一般，目光深邃，脸上挂着淡淡的胡渣，却并不显得邋遢，反而让他看上去有一种成熟的魅力。没人知道这个男人活了多久，甚至他的气息也并没有彻底散发而出，只是若隐若现。那若隐若现的气息，让人们无法确定他是何境界，但却会让人们本能的对其产生恐惧，就像是一群兔子之中忽然出现了一只老虎，可这老虎还没有发威，还没有怒吼，兔子也能嗅到危险一般。在人们看来，这位至少是一位真仙境的强者。真仙那可是站在这百炼凡界最顶端的强者，真仙是不管五祖多强，不管具有多少战力，不管使用何种手段，都无法抗衡的对手。例如半祖巅峰时的楚风，使用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就能把修为在短时间内提升到五祖，但是真仙却不行，那不是天级血脉可以突破的。莫说现在的楚风只是7品五祖，就算楚风现在是9品五祖，他使用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能增强他的战力，却也无法一位真仙抗衡。简而言之，五祖就是五祖，绝对无法胜过真仙。这就是真仙境的强大之处，那是一个修武者前行的道路中真正的分界线。在这分界线之前，修为再强，能力再大，却还终究只是一个人。但是只要踏过那道线，便不再是人，而是仙。仙的力量，人自然是无法抗衡。所以当一位真仙出现之后，所有人便认为楚风是不可能敌得过的。但人们之所以如此震惊，却并不只因为这名男子很可能是真仙，还因为这名男子很陌生，他们几乎从未见过这名男子，并且这名男子的腰间还挂着一个令牌，这个令牌上面写着4个大字：楚氏天族。这是楚氏天族的人，许多支持楚风的人都开始担心起来。楚氏天族是什么人？他们都很清楚，那可是一方上界的霸主，简而言之，是百炼凡界的主人。这位楚氏天族的人既然现身，自然也就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楚风杀掉楚路选。毕竟楚路选不是寻常的小辈，这可是楚氏天族内的天才。这一刻，人们才终于后知后觉的明白，先前楚路选为什么会那样笑。原来他早知道会有人来救他，他知道今日无论如何死的都是楚风。就在此时，再度发出了大笑。这一次的笑声不仅充满了对楚风的讽刺，还充满了洋洋得意。没有了那远古战斧的压迫，他得以站起身来，看着楚风，他的笑意越来越浓。此刻的楚路选多少有点仗势欺人的感觉，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修武者的世界就是如此，实力便是一切。这个实力不仅是个人实力，也包括了身后的家族、身后的依仗、身后的背景。楚路选有这样的背景，这便是他的资本。旁人就算再看不惯，又能怎样呢？此刻人们只能心疼楚风，心疼楚风倒霉，居然惹上了这样一个背景雄厚的家伙，你还有脸笑？然而就在此时，那名男子却对楚路选愤怒的大喝一声。这一声喝，不仅那楚路选吓得一愣，就连围观之人也吓得一愣。与人约战，被人击败，你还笑得出来？是嫌自己不够丢人，所以还想哗众取宠吗？男子对楚路选问道。楚路选低头不语，但是在其脸上也是出现了羞愧难当之色。什么时候依仗他人成为了你炫耀的资本了？男子继续问道。楚路选依然不答，但是脸上的惭愧之色却是越来越浓。说话，忽然男子又是一声厉喝，这一声厉喝，连围观之人都被吓得身体一颤，楚路选更是吓得浑身颤抖。宣郎叔，路选知错了。楚路选胆怯地说道。然而楚路选虽然认错了，可男子却并未再理会楚路选，而是抬头看向了楚风。与对楚路选不同，他看向楚风之时，脸上不仅没有一丝严肃，相反竟尽是和善的笑意。这位小兄弟，你便是楚风吧？男子问道。既然你知道，又何必明知故问，多此一举？楚风说道。男子并未生气，反而笑意更深，只是切磋而已，没必要取他性命吧？你是要帮他对付我？楚风开口问道。这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自然不是，只是我希望你能饶他一命。那位男子淡淡的笑道。居然是在求情？他不准备对付楚风吗？听得此话，众人纷纷大吃一惊，因为对方不仅说出了不那样的话，就连态度也是那般。他似乎真的不想对楚风动手，可是这明明是楚氏天族的人啊，不帮楚路选撑腰也就算了，怎么对楚风还如此客气？人们实在想不通，因为如果换作他们是眼前这位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像眼前这位这么做，而是要狠狠地教训楚风，替自家的小辈出气。我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你把我的2个朋友抓起来了？楚风问道。你的2个朋友的确在我那里，不过却并非我抓去的，而是我请去的。其实今日我来此处，也并非特意来帮助路选，我是因你而来。那位男子对楚风说道。因我而来？楚风也很是意外。我是特意来请你的。男子说道。请我？楚风目光微微一变。宣郎叔，这楚风可杀了我哥呀，感觉情况不对。楚路选开口说道。你哥的确是楚风所杀，但技不如人，没什么好抱怨的。不要忘记，你们来到这里之前，族内就已经提醒过你们，我今日替你求情已是个例外，
你若要为你哥报仇，我不会拦着你，但是想让我替你哥报仇，那便休想。男子很是严厉地对楚路选训斥着。楚路选被训斥的脸色涨红，尽管能够看出他很是不甘，可他却又根本不敢反驳。随后，那男子再度看向楚风，客气地说道：“差点忘记自我介绍，在下与你同姓，叫做楚宣郎，是楚氏天族之人。好，我可以随你去。”楚风点了点头，他从对方的态度中看到了真诚，但是他自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与对方前去。最主要的是，他相信王强与赵红真的就在这楚宣郎那里，而他答应去，是因为他想见王强与赵红。不过这楚路选不仅拿我朋友做人质，用给他们威胁我，还命人去屠灭三星殿。而众所周知，按三星殿也是我的朋友，若不是我去晚了，怕是三星殿就已经不在了。楚风说道。楚路选居然派人去屠灭三星殿，这也太狠了吧！就算三星殿与楚风有关系，也不至于拿他们解气啊。听得楚风的话后，众人内心皆是一紧，他们都已经意识到，这楚路选其实就是一个表面君子，实际小人的卑鄙货色。毕竟在这落峡谷，他只囚禁落峡谷的人，不伤他们分毫，显得他很恩怨分明，这让许多人觉得他是一个正直之人。可是实际上，他却背地里做了那种事，居然要屠灭整个三星殿，这等手段未免太狠。在两者对比之下，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难免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伪君子，表面上做一套，背地里却做着另外一套。所以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都不能就此作罢。楚风继续说道。不想作罢，你又能如何？见楚风还想追究，本就憋屈的楚路选很是不服地说道：“你给我闭嘴！”然而楚路选话刚落下，楚宣郎便立刻怒喝一声，而在楚宣郎的呵斥之下，楚路选的气焰瞬息不见，再度低头不语。想怎么办？你说。随后楚宣郎对楚风问道：“首先，我要你保落峡谷与三星殿的人安宁。”楚风说道：“好，我答应你了。从今以后，在这百炼凡界，若有人敢对落峡谷与三星殿的人出手，就是与我楚宣郎为敌，我绝不答应。”那楚宣郎爽快地说道：“爽快！”此刻就连楚风也不得不佩服这楚宣郎的气度。按理来说，楚风这样的小辈，在楚宣郎的面前根本就没有谈条件的资格。但是这楚宣郎不仅与楚风谈了，却还答应了楚风，这说明他对楚风的邀请真的是很有诚意的。那楚风小兄弟，你可以我走了吗？楚宣郎问道。当然。楚风应道。好，事不宜迟，那我们现在便走吧。你的两个朋友还在等你。楚宣郎说话间便拔空而起，来到了楚风的身旁，欲要带着楚风离开。等一下。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又忽然开口。怎么了？楚宣郎问道。有一件礼物，我要给他。楚风说完此话，看向了楚路选。什么礼物？不仅楚宣郎好奇，就连在场的其他人其实也很好奇。楚风要送楚路选礼物，这本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显然，楚风这句话也并非是开玩笑，所以他们都想知道楚风会送楚路选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就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楚风忽然探手一抓，一股磅礴的吸力便覆盖虚空。在如此强大的吸力之下，那块已经被斩断的巨大牌匾，其中的一半被楚风吸取过来。然而那牌匾还未落手，楚风便猛然向下一挥，那牌匾便从半空飞落而下，最后的一声便如同利刃一般落在了楚路选的身旁。当看清这块牌匾之后，众人骇人一惊，楚路选的脸色更是异常的难看，因为这牌匾上面只有2个字：懦夫。不惜用绑架的手段约我来此一战，最后却要躲在长辈的庇护下才能保命，懦夫这2个字更适合你。楚风笑着说道。楚路选脸色涨红，气得咬牙切齿，看那架势就要对楚风破口大骂。够了，路选，愿赌服输。然而还不待楚路选开口，那楚宣郎便说话了。楚宣郎开口之后，楚路选就算再不爽，自然也是不敢再多说什么。而随后，只见楚宣郎与楚风所在的虚空微微一颤，楚宣郎与楚风便一同消失不见。此刻，这里便只剩下楚路选以及落峡谷，还有围观的众人。看什么看？很好看吗？忽然，楚路选爆发了，他愤怒地咆哮一声，虚空都在剧烈抖动，尤其是那恶狠狠的目光，简直就像是要吃人一样。面对这样的楚路选，众人哪敢说话，一个个的都不敢与他对视。楚风，我早晚要你好看！今日的楚路选当真憋屈到了极点，不仅憋屈到了极点，丢人也是丢到了极点，所以他也没脸继续留在此处。楚路选说完此话，身子一晃便消失不见，显然他也走了。尽管很愤怒，但他却并没有对在场之人如何，更没有对落峡谷的人如何。可是先前楚路选的确是对众人吼了一嗓子，把内心的怒火撒向了众人。有本事去对楚风发火，和我们撒什么气？谁说不是呢？看来这楚氏天族的天才也不过如此。在确定楚路选走后，有些胆大之人忍不住发起了牢骚，而在牢骚之后便纷纷离开，也有人选择留下。他们还在流连忘返，回味今日所发生的事情。毕竟今日他们算是见识到了一场重大事件的全过程。楚风出现，打破谣言，他们都可以证实这位绝顶天才并没有死，并且楚风还用绝对的实力击败了楚氏天族的天才。这一战太漂亮了，这件事注定要名扬四海，甚至会流传千古，而他们都是这一战的见证者。只是今日之事，他们就能与亲朋好友、子孙后代吹上个几千年，所以此刻他们的内心都是异常的激动。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去与落峡谷套近乎。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楚风如此实力，甚至还得到了楚氏天族那位楚宣郎的青睐。楚风日后崛起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人们都觉得怕是很快的就有一场血雨腥风将因为楚风而掀起。今日之后，他们也坚信着楚风这位小辈真的具备着在这百炼凡界搅动风云的实力，而落峡谷与楚风关系非同小可，
若是他们能够与落峡谷有了关系，那么日后想抱楚风这条大腿，自然也不是没有机会。对于落峡谷所发生的事情，楚风并不知晓，但他也不担心落峡谷众人的安危。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楚宣郎绝非寻常之人，怕是在楚氏天族内也不是寻常角色，否则如楚陆选那般心高气傲的天才，不可能这样惧怕于他。有他开口作保，莫说其他人，怕是这百炼凡界之辈，也没人再敢对落峡谷与三星殿如何了。而只要他们安全，楚风便少了一大顾虑，日后做什么事也不必束手束脚。楚风，想不到这个叫楚宣郎的还真的答应你的条件了，只是你现在的情况也不乐观，孔氏天族知道你没死，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若是不动用邪神剑，只凭你现在的实力，显然也是无法真的与孔氏天族抗衡的。况且别忘记，你还有一个隐藏的大敌魂阴宗呢，那可是你无论如何都要对付的对象。你与其让这楚宣郎保落峡谷与三星殿，干嘛不直接让他保你？女王大人问道。我的女王大人，这个楚宣郎在楚氏天族内是什么身份，咱们还不清楚。但是咱们在这百炼凡界所做过的事情，他显然很清楚。让他保落峡谷与三星殿这种势力，对他来说就是小事一桩。但是让他保我，那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他未必会答应。再者说，我若是让他保我父亲知道了会怎么想？难道楚氏天族给予我们父子俩的耻辱还不够多吗？所以我才发誓，绝不用楚氏天族的名号来做庇护伞。自然而然的，我也不会让楚氏天族的人来保护我。楚风说道。不用他们保护你，却可以用他们保护你的朋友。这件事情你做的还真是漂亮，小子真是越来越精明了，不枉费本女王这样栽培你哦。女王大人笑嘻嘻的说道。说这话的时候，那绝美的小脸之上竟然有着洋洋得意之色，就仿佛这都是她的功劳一般。我的女王大人，那你是不是要给我一点奖励？楚风笑嘻嘻的说道。你想要什么奖励？女王大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比如你亲我一口，或者让我亲你一口什么的。楚风发出了无耻的笑声。这个奖励没意思，不如我砍你一刀，或者我砍你2刀吧，怎么样？女王大人的嘴角也是掀起了坏坏的弧度。开个玩笑，别当真，不能与你闲聊了，我还要探探这楚宣郎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为何要请我。楚风赶忙借故脱身，随后便想与楚宣郎说话，什么都不要问，等到了你自然而然的就清楚了。楚宣郎淡淡的笑道。楚风颇感意外，这楚宣郎的洞察能力还真是不俗，明明一直目视前方，可却察觉到楚风要说话，并且知道楚风要问什么。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淡淡一笑，不再发问。接下来的路上，两个人便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但是楚风能够感觉到，这楚宣郎的实力非常之强，就算他是真仙境，也绝非百炼凡界这些真仙可比的，甚至他有可能不是真仙境的强者。因为一路走来，楚风周围的事物都是模糊的，楚风什么都看不清，由此可以推断此人的实力是多么的强，否则不可能有如此速度。最重要的是，哪怕在其赶路之时，楚风也察觉不到他的气息。而楚风好歹也是蛇纹级的仙袍界灵师，连这样的楚风都看不透对方的修为，那便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对方有着隐藏修为的至宝，另一种可能就是对方已经强大到了楚风根本无法洞察的地步。而从眼下的情况来看，后者的几率显然更大一些。终于，这位停了下来，楚风也终于能够看清周围的景色。但是楚风发现，此刻的他们只不过是在一片天空之上，向下观望，也是空旷的土地、平常的森林、平静的小河，并没有什么人居住于此。然而就在此时，只见楚宣郎手抓虚空，随后就像打开拉门一样，顺手一拉，咔嚓一声，虚空居然被他拉开，出现了一个门。而那门的另一边显然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独立空间。这是一个由楚郎轩打造的独立空间，但是这又不是简单的独立空间，这竟然是用纯粹的武力和特殊的手段开辟出来的独立空间。简而言之，这个独立空间与结界之术无关。正因为不含一丝结界之力，所以哪怕楚风先前也没有注意到这里居然会有一个独立空间。进去吧，你朋友在里面等你呢。楚宣郎笑着说道。前辈，你不进去？楚风问道。你们叙旧，我就不掺和了，我在这里等你。楚郎轩说道。有劳。楚风也是客气的回以一笑，便走了进去。这独立空间不是很大，但却也是有山有水，风景如画。以楚风的观察力，很快便在这片山水之中找到了一座建筑。这是一个简单的建筑，甚至非常的古朴，砖瓦小房、栅栏、小院，如同乡村的平民之家。可那个砖瓦小房，楚风居然看不透。但楚风知道，若是王强与赵红在，就一定在这里。楚风飞身落下，刚刚踏入院子之中，一道身影便自那房屋之内飞掠而出，挡在了门前。这一刻，楚风不仅看到了充满警备与杀意的目光，还感受到了一股异常强大的气息。对方竟是一位8品无祖。然而看清眼前这位之后，楚风却是面色一喜。与此同时，对方那冷冽的神情也是顿时一变，因为这位就是赵红。楚风，你居然没死！赵红看到楚风，美眸之中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这不是好好的吗？赵红，你这修为增进的够快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他早就想过，以赵红的本事，2年之间修为应该也会突飞猛进，但是没有想到会增进到这种地步。这也就难怪，连孔氏天族也总是吃赵红的亏。以赵红的本事，拥有8品无祖的修为，这对孔氏天族来说，的确如同噩梦一般。你也不赖啊，竟然已是7品无祖。这么看来，现在的我是打不过你了。赵红开玩笑地说道。哪敢哪敢，你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妖女，我可不敢和你打。楚风也是开起了玩笑。别挖苦我，人家早就从良了。赵红撇嘴笑了笑。别真说，他这一笑还真挺好看。哪怕是楚风，也不得不承认，赵红的确是一个美女。
至少原本的她是个美女。楚风内心很高兴，替自己的兄弟高兴，毕竟王强那个长相，能找到赵红这样的妹子，也可以算是癞蛤蟆吃上天鹅肉了。对了，王强呢？楚风问道。出事了。忽然，楚风目光一变，他发现，当他问到王强的时候，赵红脸色一变，而这个脸色的变化并不是很好，是一种不妙的信息。进来吧。赵红转身进屋，楚风也是随后跟了过去。这房屋很小，一个转弯便进入了客房。客房之内有着一张特殊的床，那床是一件至宝，散发着七彩光华，光华正围绕着床上之人盘旋。而这个床上之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强。只不过此刻的王强脸色发黑，昏迷不醒。楚风本能的来到王强身前，抓住王强的胳膊，将结界之力灌入其中，感受起王强的状况。他能感受到王强如今的修为也是不弱，竟与赵红一样，同样比自己高了一品修为，也是8品无阻。但是王强的气息却是恍惚不定，他不仅受了重创，还中了特殊的毒，最重要的是这毒竟然连楚风也难以解开。是谁做的？楚风问道。是孔氏天族的人。赵红说道。随后在赵红的讲述下，楚风才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这2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赵红与王强都以为楚风死了，所以下定决心为楚风报仇。2年间，他们一边努力增进修为，一边不断的向孔氏天族报复。起初他们只是小打小闹，但是后来在百炼凡界的某处，他们发现了一个远古时期的遗迹，在那遗迹之中，2人得到了极大的收获，这才成就了今日的修为。有了强大的修为做支撑，他们2个便越发的肆无忌惮，开始对孔氏天族进行进一步的报复打击。在2人有计划的报复下，孔氏天族一个又一个分部被摧毁，死在王强与赵红手中的孔氏天族之人已是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所以在近1年时间内，王强与赵红的确是对孔氏天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就在前段时间，他们去偷袭孔氏天族之人的时候，却遭遇到了埋伏。对方不是真仙，但却实力极强，不仅将王强打伤，还给王强下了毒。幸亏是楚轩郎恰巧经过，救了他们2人，否则如今的王强与赵红怕是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么看来，楚轩郎还是我们的恩人了，只是他为何不帮王强疗伤？楚风问道。王强这伤势很诡异，哪怕是楚风也是束手无策，但是楚轩郎不同，那是一个属于大千世界，属于楚氏天族的真正强者。在楚风看来，他们束手无策的事情，楚轩郎多半是有办法解决的。赵红叹息一声，脸上露出愈加浓郁的忧愁。莫非连他也没有办法吧？楚风问道。他虽然不管我们与孔氏天族的恩怨，但他既然出手想救，其实也是想救的彻底。可是他说我相公这伤他无法医治，并且还说这百炼凡界之内只有一个人可以治我相公的伤。赵红说道。谁？楚风问道。金鹤真仙。赵红说道。金鹤真仙？那你们有去找过吗？楚风问道。有去过，可是我们被拒之门外了。金鹤真仙他见死不救。提及此事，赵红的眼中涌现出了深深的怨念，显然是因为金鹤真仙不肯救王强，赵红才对金鹤真仙产生了怨念。我去试试。楚风说话间便起身向外走去。王强这伤很是诡异，虽然现在还能坚持，但是若不及时医治，楚风也不确定王强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事关王强生死，楚风自然不想耽搁。楚风，你此次前去一定要小心。赵红提醒道。我与金鹤真仙虽然交情不深，但好歹也算相识一场，想必他就算将我拒之门外，也不会为难于我。楚风说道。不是金鹤真仙，现在在那云鹤山内，不仅金鹤真仙在，黎明公子也在。赵红说道。他与我们似乎并没有仇怨。楚风说道。虽然没有仇怨，可是他却一个傲气十足之人。本来他一直被誉为百炼凡界的最强天才，但是最近2年，咱们3个经常被拿出来与那黎明公子比较。那黎明公子较为低调，而我与王强近2年却很高调，所以有些人觉得我们的实力在那黎明公子之上。这些时间，黎明公子从未找过我们的麻烦，但实际上他却很不服气，所以在云鹤山相遇，他便对我出手了。赵红说道。结果如何？楚风问道。我输了。赵红说道。你也不是他的对手。楚风很是诧异。那黎明公子，当初楚风就见过，那时的黎明公子，只论修为的话，得却远强于楚风3人，但是这2年间，楚风3人的进步绝非常人可比。那黎明公子还能击败赵红，着实让楚风意外。毕竟赵红也不是寻常之辈，我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甚至我连是他和修为都没有感受到。赵红说道。他伤你了？听到赵红这样说，楚风越发的觉得那黎明公子很不简单，要么当初他就隐藏了修为，要么是那黎明公子这2年也得到了奇遇，否则不可能突破的如此之快。但是楚风更关心的却是赵红的安危，并没有，他只是点到为止，并且这件事他也表态不会宣扬出去。他虽然心高气傲，但似乎人品不坏，只是想证明自己而已。但是楚风，若是你们2个相遇，我不想你说。赵红对楚风说道。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有着些许变化，那是一种特殊的情绪，一种寄望的情绪。他希望楚风赢那黎明公子，若是遇到，我会全力一战，并且我一定会将金鹤真仙请来。楚风说完此话，便向此处的出口走去，似是感受到了楚风归来，那出口早就打开了。走出之后，楚轩郎还站在那里。前辈，多谢了。再看到楚轩郎，楚风对对方的看法已经全然不同，毕竟这楚轩郎救了王强与赵红，举手之劳而已，况且我救他们其实也是有目的的。楚轩郎淡淡的笑道。楚风目光微微一变，随后问道。前辈救他们，莫非是因为我聪明？不过我知道你关心你兄弟的安危，所以这件事路上再说，我先带你去找那金鹤真仙。楚轩郎已经知道楚风接下来的打算，且说话之间，楚风的周遭便立刻变得模糊起来。
楚风知道是楚轩郎带着自己前往云鹤山了。楚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路上，楚轩郎问道：“前辈，请讲。”楚风问道：“你为何姓楚？”楚轩郎问道：“我为何不能姓楚？”楚风反问道：“这不是你的本性吧？”楚轩郎问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楚风问道：“若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究竟是哪一族；若是，我想知道你的父母是谁。”楚轩郎说道。此刻，楚风心中一紧，这楚轩郎果然是有事找他。这件事便是关于楚风的身世。楚风不确定对方到底是好心还是恶意，但是自己是楚氏天族族人的事情，楚风还并不想与对方坦白，因为哪怕楚轩郎救了王强与赵红，算是楚风的恩人，可是楚风对他也并不信任。前辈，这件事情我若不坦白交代，你会对我用刑逼供吗？楚风以开玩笑的语气问道。自然不会，我只是好奇罢了。你若不想说，我也不会为难你。其实我与你结识，只是想与你交个朋友。楚轩郎说道。与我交朋友？前辈这样的身份，会看得上我这样的人吗？楚风笑着说道。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你是什么人才重要。楚轩郎说道。前辈此话怎讲？楚风问道。你的事情我听说过，我很欣赏你的行事风格。年轻人就应该有胆识，有魄力，最重要的是恩怨分明，有情有义。现在这世道，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了，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就更不多了。楚轩郎说道。可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杀了你楚氏天族的人。楚风说道。是指楚陆阳吗？那种人活着只会丢我楚氏天族的人，我巴不得有人杀了他。楚轩郎说道。若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该救楚陆选。楚风说道。陆选吗？楚轩郎笑了笑，他明白楚风什么意思。陆选与他哥哥的确很像，但有一点不同，他的天赋好。虽然陆选的天赋在我族那群小辈中还谈不上是最出众的，但起码已是出众的类型，所以哪怕他的人品不行，可我族还是要培养，毕竟这可是我族未来的战力。楚轩郎说道。这样啊，那好，能与前辈交朋友，本就是晚辈的荣幸，晚辈愿与前辈称兄道弟。楚风说道。应了，为何忽然这样爽快？楚轩郎问道。楚陆选管你叫叔，我若与你称兄道弟，他岂不是就应该叫我叔？我很期待他那时的表情。楚风一脸坏笑的说道。哈哈，你这小兄弟还真是有趣，不过对我楚轩郎的胃口。楚轩郎哈哈笑道。他似乎真的很喜欢楚风，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轩郎兄？楚风问道。这是自然。楚轩郎说道。那轩郎兄，你真的不能医治王强的伤势？楚风问道。不能，在这百炼凡界内，能够医治王强伤势的唯有一个人，那便是金鹤真仙。楚轩郎说道。金鹤真仙到底是什么人？楚风问道。我只能告诉你，金鹤真仙是一个连我都招惹不起的人。楚轩郎说道。连你都招惹不起？楚风颇感意外，他早就知道金鹤真仙非同小可，但没有想到会厉害到这种地步。抛开身后的背景不谈，这楚轩郎的实力显然也是极强，而连他都不敢招惹金鹤真仙的话，那就说明金鹤真仙的实力比楚轩郎还要厉害。那样的人不好好待在上界，为何要来到凡界之中？楚风问道。自然是有所目的，至于是何目的，谁又知道呢？楚轩郎淡淡一笑，而这个笑却是意味深长。楚风也不再追问，但他却也知道金鹤真仙待在百炼凡界定然是有所目的。像我们这种人一般都不会管百炼凡界的恩怨纠葛，所以哪怕是你想请动金鹤真仙，怕也是极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楚轩郎说道。我有准备。楚风说道。那好，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楚轩郎说话间便忽然止步，当他停下之后，楚风的周围变得清晰起来，向远处观望有一片山脉，那正是金鹤真仙所居住的云鹤山。这么快？楚风有些诧异，他与楚轩郎聊了没有几句，所以赶路时间也很短。为了方便找这金鹤真仙，我特意选了个离他近的地方。楚轩郎说道。轩郎兄有心了。楚风抱了抱拳，也不怠慢，直接身形移动，向云鹤山赶去。先前楚轩郎的那番话，其实不仅是在说金鹤真仙，也是在说他自己，所以他是在侧面的告诉楚风，他救王强与赵红已是魄力，保护三星殿与落峡谷也是魄力，所以接下来的事，包括楚风找金鹤真仙帮忙，他都不会插手。接下来的事都要靠楚风自己。楚风来到云鹤山下，却根本无法进入其中，因为一层无形的结界将整片云鹤山笼罩，根本就没有入口。这金鹤真仙果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楚风仔细观察这层无形的结界，不由感叹起来。他发现这层无形的结界是由龙纹级仙级结界之力凝聚而成。可是现在的楚风好歹也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他的天眼也是越发的强横。他隐约间意识到，这龙纹级仙级结界之力是伪装的，因为这层守护结界的力量，哪怕是龙纹级仙级结界之力也达不到的。所以楚风断定，这金鹤真仙的结界之术境界绝对不只是仙袍，而是更高一层。想不到这百炼凡界还真是卧虎藏龙呢，有着这么多隐士高人。若是这金鹤真仙肯做你的靠山就好了。女王大人也是意识到了这金鹤真仙的强横，这怕是很难啊。楚风淡淡一笑，随后目光忽然一变，尽管表面来看这云鹤山没有任何变化，可是在天眼之下，楚风却发现在他面前的那层无形结界竟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很显然是金鹤真仙已经知道楚风来此，特意给楚风打开一道门，让楚风进去。楚风明白了金鹤真仙的意思，并未犹豫，而是直接踏入其中。果然连待遇都不同，看来楚风小兄弟这次有戏。远处的楚轩郎也目睹到了这一切，嘴角不由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楚风进入云鹤山后，并没有继续飞行，而是落入山中小路，顺着小路向上前行。可是进入山中没有多久，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这是一名身穿白袍、长相极其俊俏的男子，他的身材不高，可却是气势逼人。这位自然便是名震百炼凡界的天才黎明公子。
黎明公子看到楚风后的目光根本没有一丝意外，反而像是等候楚风多时了一般。他从上到下仔细地打量了楚风一番之后，嘴角忽然上扬，眼中也是涌现出了讽刺的目光。消失2年，只是这种修为吗？看到黎明公子，楚风也是审视了一番，但是他却发现竟然难以看透这黎明公子的修为。这位还真是深藏不露。但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惊慌，反而淡淡一笑，问道：“你对我朋友出手了？是指那个女的？”黎明公子问道：“自然便是。”楚风点头：“是出手了，你想怎样？”黎明公子也是点了点头：“无冤无仇，为何要对他出手？”楚风问道：“修武者的世界，出手需要有仇有怨吗？”黎明公子反问道：“也是。”楚风又淡淡的笑了下，随后问道：“那你今日拦着我，是想对我出手吗？你倒是很聪明，事先说好，我无恶意，只是听闻你实力很强，所以想领教一番，看一看是否你如传闻那般。不过你也放心，我会胜你，但我不会伤你。”黎明公子一边摆动手中的折扇，一边对楚风说道，言行举止无一不是透露着绝对的自信。除非你是真仙境，否则想要胜我，怕是有些难度。楚风说道：“是吗？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黎明公子说话，手中的折扇猛然收拢，随后一个箭步便来到楚风身前，手掌推出，锋利涌动，他已对楚风出手。这家伙，此刻楚风顿时内心一惊，黎明公子这一掌并没有什么威力，就连那股锋利也是极为的平和。可是当那锋利落在楚风身上之时，楚风便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压迫力，他竟然被束缚了，是被黎明公子的威压束缚了。黎明公子不仅与楚风一样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他还是一位9品无祖。就在眨眼之间，黎明公子的手掌已经来到了楚风近前，可是却在距离楚风面门只有1厘米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他并没有击中楚风，不是他击不中，而是他及时收手了。你败了。黎明公子将手掌收回，笑眯眯地看着楚风，眼中有着一抹高傲。说完这话，他便猛然转身，随后身形一动，便拔空而起，竟然就此离去。楚风追上去啊！这小子偷袭，这局不算。女王大人很是不服地说道：“算了，虽然败在大意，但败了就是败了，我不会为自己找借口。”相比于女王大人，楚风倒是颇为平静，他并没有因为败给黎明公子而感到耻辱。经过先前的一幕，楚风已经确定这黎明公子真的很强。当初在八荒乱坟岗的时候，怕是就已经隐藏了实力，修为不敢说，但是战力的确是隐藏了。那个时候黎明公子展现出的战力是逆战3品，可是今日展现出的却是逆战4品，并且这9品无祖的修为，就算楚风使用天级血脉的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也只是能够追平而已。而这黎明公子隐藏极深，他还有着怎样的手段，楚风并不清楚。就算使尽全力，楚风也没有把握胜他，所以败给这样的人，楚风并不觉得丢人。最重要的是，这种时候不认输，反而继续出手，就会显得楚风小肚鸡肠。楚风不是那种人。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感觉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将他笼罩，下一刻楚风便感觉周围一片模糊。当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他发现此刻身处的地方已是与先前不同。这个地方楚风之前来过，那是之前见到金鹤真仙的地方。楚风小友，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这正是金鹤真仙的声音。不过金鹤真仙依旧没有现身。前辈，别来无恙。楚风顺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抱了抱拳，你来找我是为了那个王强吧？金鹤真仙问道。前辈，王强乃是我兄弟，他身上的伤势已经危及生命，还望前辈能够出手相助。只要前辈肯相助，无论什么条件，楚风都愿意答应。楚风说道。当真是什么条件都能答应？金鹤真仙问道。只要楚风力所能及的事，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楚风都能答应。楚风说道。倒不是伤天害理的事，但是你未必力所能及。金鹤真仙意味深长地说道。前辈请讲。楚风并未犹豫，而是直接问道。他知道这可能是请金鹤真仙救王强的唯一机会，所以他不想错过这件事，可能会害你丢掉性命。金鹤真仙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一动，他隐隐间感受到了不妙。可哪怕如此，楚风还是坚定地说道。前辈请讲，我要你帮我取一个东西，只要你能够取出来，我就帮你救王强。金鹤真仙说道。我可以去帮前辈取东西，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前辈又是否能够保证一定救好王强的伤？楚风问道。这个问题他必须要问，他也不怕金鹤真仙不高兴，毕竟他可是准备用命去拼这个机会。若是争取到了，可最终金鹤真仙却又不能治好王强的病，那难免很是吃亏。这一刻金鹤真仙笑了，这个笑声同样是意味深长。我若是说我不能够保证一定治得好王强，你是否还愿意帮我去取我想要的？金鹤真仙对楚风反问道。愿意。楚风毫不犹豫地说道。尽管知道这样一来有些不公平，可是他却也很清楚，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眼下在这百炼凡界，有可能医治好王强的似乎也只有这位金鹤真仙了。好，够爽快，你的确有情有义，那王强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运气。不过楚风，就算你愿意，却也不是想去就去的。金鹤真仙说道。前辈这是何意？楚风问道。你见过那黎明公子了吧？我想你也听说过，我想收他为徒，但却被他拒绝了。你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吗？金鹤真仙问道。莫非是他有事有求于您？楚风问道。你猜对了，现在你们两个都有事有求于我，可是我只需要一个人去帮我取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们两个我只能帮一个人，至于我帮谁，要靠你们自己争取。金鹤真仙说道。你是要我们两个争？楚风问道。没错，我是要你们两个进行一场对决，胜者才能够有资格去完成我布置的任务，才有机会获得我的帮助。我知道
你们两个刚刚切磋了一下，但那根本不算。其实我提供这个机会，也算是帮你们两个一个忙，让你们两个百炼凡界最声名鹊起的天才一分高下。金鹤真仙淡淡的笑着，这笑容之中竟有着浓郁的期待之意。楚风，你可愿意？金鹤真仙再度问道。晚辈愿意。楚风并未犹豫，而是果断地答应了下来。楚风承认，那黎明公子很强，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他遇见过最强的小辈。但是面对他，楚风也并不示弱。虽然先前楚风的确是败给了黎明公子，但楚风却也自认为是输在了大意。若是再次交手，楚风施展全力的话，楚风觉得胜负未定。最重要的是，楚风没有选择，这似乎是救王强的唯一一条路。好，有胆识，够爽快。虽然黎明的实力强过你，但是你放心，我会为你们两个提供一个公平的对决平台。金鹤真仙说道。这老头什么意思？他凭什么说那个黎明公子的实力强过你？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却是一脸的不爽，觉得是金鹤真仙小看了楚风。就在这时，楚风的身旁忽然光芒一闪，下一刻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黎明公子。黎明公子注意到了楚风，但表情却没有太多的变化，就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一般，眼神之中始终散发着那抹孤傲之色。找我有事？黎明公子看向了金鹤真仙所在的方向，哪怕面对金鹤真仙，他的话语之中竟也没有一丝恭敬之意。这小子还真狂，我要是这金鹤真仙，绝对忍不了。女王大人撇了撇嘴，可是金鹤真仙却是异常平静，淡淡的问道：我之前与你说的，你考虑好了吗？我在这云鹤山内喊了足足3天，难道你听不见？黎明公子很是不悦的说道，这个语气简直全然未将金鹤真仙放在眼中。可是哪怕黎明公子如此不敬，金鹤真仙却也并未生气，相反是在一声淡淡的笑声过后说道：听是听见了，只是那3天已经过去，我又岂知你今日的决定是否与那3天一样？那你现在知道结果了，可以让我去了？黎明公子问道。这怕是不行，因为现在你有了一个竞争者。金鹤真仙说道。你是指他？黎明公子看向了楚风，眼神中有了些许诧异，但很快的那抹诧异便化作了轻蔑。他再度看向金鹤真仙，高傲的说道：难怪你之前无视我，原来你是在等他。那现在你可还愿意继续？金鹤真仙问道。你想我们怎么争？黎明公子问道。你们对决一场，胜者获得机会。金鹤真仙道。若是这样，那便不用比了，先前我已经与他交手，他完全不是我的对手。黎明公子说道。这小子真是狂妄，楚风给我揍他，必须给他一些教训不可。女王大人很是不服的说道。然而楚风却是一脸平静，不言不语，笑看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场对决由我说了算，谁胜谁负还是两说。金鹤真仙说道。就算比拼结界之术，他也是难以胜我。黎明公子此话说完，身上便萦绕出一层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不仅是仙级结界之力，其中还涌动着蛇纹，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楚风颇感意外，他之前只知道黎明公子修武方面厉害，真是没有想到他结界之术方面也有着如此高的造诣。我说了，这场对决我说了算。金鹤真仙此话说完，忽然一道光芒体飞掠而出，急速扩大，眨眼之间就化作了一个如同水晶打造的巨大牢笼，将楚风与黎明公子笼罩在了当中。这感觉楚风心中一紧，在被那光芒体笼罩之后，他发现他的所有力量都被束缚了，修武者的修为，界灵师的力量全都被束缚了。此时此刻，楚风站在这里就如同一个寻常人，什么能力都没有。看来被束缚的不仅是我。楚风注意到黎明公子的脸色也是有了变化，眼中同样涌现出了惊讶之色。这是什么意思？黎明公子对金鹤真仙说道。既然对决，自然就要公平。金鹤真仙说道。你把我们的力量都给封锁起来，莫非让我们两个像寻常人一样用拳脚决胜负？黎明公子问道。自然不是，若是那样就太无聊了。金鹤真仙意味深长的笑道。下一刻，楚风忽然发现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光芒柱体，这柱体为金色，似是水晶打造一般，高1米，散发着奇特的力量，并且不仅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光柱体，在黎明公子的身后也同样出现了这样一个光芒体。你们两个的力量都被我束缚了，现在就像2张白纸，你们的起跑线是一样的，但是这2根柱子却会改变这种情况，你们的高度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化。金鹤真仙说道。你到底要怎样？黎明公子不耐烦地问道。接下来我说明规则，你们两个身后的柱子便是你们两个分别要守护的东西，你们两个不管是谁，只要身后的柱子被对方触碰到，那就算是对方胜。而这柱子之中蕴含着一定的力量，你们只要把手放上去，就能够将它的力量吸走。随着力量被吸走，这柱子的体积也会缩小，体积越小，对方便越难得手。当然，你们能得到多少力量，这柱子的体积会缩小到什么程度，却要取决于你们自己。金鹤真仙说道。金鹤真仙此话说完，那黎明公子便身子一跃，拔空而起，一个漂亮的空翻便落到他要守护的那个柱子身旁。别看他的修为已经被束缚了，如今与普通人一样，可是他这身手却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这便是一个强者的根基，哪怕被剥夺修为，也具备着常人所没有的实力。黎明公子将手放在了那柱子之上，下一刻，那柱子的光芒便开始融入黎明公子的体内，那光芒似是被黎明公子剥夺了一般。随着柱子的暗淡，黎明公子反而变得光芒闪闪。最重要的是，那柱子竟然真的开始缩小，眨眼间便从1米缩成了1尺，并且还在继续，并且楚风能够感觉到黎明公子的气息已是变得不再寻常，他已经得到了那柱子内的力量。与此同时，在一个楚风和黎明公子看不见的地方，有着一只金鹤正注视着这一切。这只金鹤自然便是金鹤真仙，只不过此刻金鹤真仙的眼中
却也涌现出了惊讶以及喜悦的双重的目光。这个小鬼还真是有两下子，难怪你这么看好他。忽然，一道声音响起，这个声音虽然只有金鹤真仙能听到，但当那声音传来的同时，一个身影也是浮现而出，这位竟是布衣老僧。